自从俄军舰艇一个个报废以后，网络上就很少见到俄海军的动向了，就像空天军一样，没啥战果公布。而现在，俄乌地面冲突战事吸引了外界的主要注意力，双方都在为赫尔松最终决战蓄力。就在大家屏息以待的时候，俄海军突然有了动静。波罗的海2艘20380型护卫舰悄悄通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这就让火力军觉得疑惑了。现在的俄罗斯前线正在吃紧，究竟是什么原因能让俄罗斯不惜削弱本就实力有限的波罗的海舰队，也要向地中海紧急派遣2艘新型护卫舰呢？就在上周，2艘俄海军的护卫舰悄悄进入地中海。根据波兰的消息，其中1艘还开启了自动识别系统，并且伪装成在繁忙航道行驶的普通游轮，在进入地中海后便关闭了自动识别系统。这时候，地中海国家就犯嘀咕了，在地中海出现了俄海军军舰，并且还装备了天王星反舰巡航导弹，这是想干嘛？这里有一个很反常的地方。目前俄乌冲突局势紧张，俄军战舰却往叙利亚方向跑，不是应该全力向黑海靠拢，争取海上控制权吗？而且此次还是从波罗的海舰队调拨战舰，俄军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波罗的海舰队算得上俄军4大舰队中最弱的了，这一点也是许多人公认的。按道理说，因为俄乌战争的爆发，波兰、芬兰与瑞典都在虎视眈眈，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被北约国家包围，可谓是孤立无援。立陶宛禁运一事犹在眼前，经过波罗的海海底的北溪天然气管道也发生了爆炸。种种事情的发生，再加上东欧国家的恐俄氛围，导致波罗的海周边局势日益严峻，尤其是一直坚定站在反俄一线的波兰。在这种背景下，加里宁格勒的战略地理位置重要性日益凸显，成为俄罗斯保留在波罗的海存在的重要据点，防御西部威胁的重要门户。俄罗斯应该加强波罗的海舰队，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俄罗斯却反其道而行，选择将波罗的海舰队的2艘护卫舰派到了地中海，而且出动的阵容相当豪华，3大舰队的精锐力量几乎全部出动了。护卫舰、核潜艇、常规潜艇、导弹舰都配备了口径巡航导弹，并且阵容相当豪华。北方舰队的卡萨托诺夫上将号导弹护卫舰与北德文斯克号多用途核潜艇也被调到了地中海。萨托诺夫上将号配备了口径 NK 巡航导弹，这是近2年才交付的新型护卫舰，舰载防空系统相当出色，可以分别携带口径巡航导弹和高玛瑙巡航导弹，拥有3位一体防御能力，打击范围在1500公里以外。而这艘护卫舰不久前的任务是前往叙利亚驻守，而北德文斯克号核潜艇算是俄军的老牌核潜艇，也被称为航母杀手，搭载口径巡航导弹、钋石反舰导弹和锆石高超音声导弹。当初俄罗斯在试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的时候，就是在这艘核潜艇上面，而它此次搭载了口径 PL 潜射型巡航导弹。而黑海舰队同样出动了多艘搭载口径巡航导弹的舰艇，格里戈罗维奇上将号导弹护卫舰、克拉斯诺达尔号常规潜艇以及奥列霍沃、祖耶沃小型导弹舰等。另外还有21980型 P191号反破坏艇、03160型反破坏艇等，他们都驻扎在塔尔图斯。此外还有来自太平洋舰队的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特里布茨海军上将号大型反潜舰。这支海上力量可以说得上攻防兼备，既能打击海上目标，也可以打击陆地目标，辅助舰艇的存在更是让这支编队具有良好的持续作战能力。这么多年来，俄罗斯从来没有在地中海集结过类似的军事力量，但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俄乌战争已经明白了，乌克兰战争有可能会演变成全面战争，俄罗斯也有意无意地对外表示不排除全面战争可能。简单来说，就是已经开始准备战火向欧洲蔓延。届时北约军事力量肯定是要下场的，美国有可能会利用地中海发动攻击。战争爆发前，美国海军第6舰队为首的北约舰队就在地中海搞过大规模海王星打击演习。杜鲁门号航母出动大批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前往乌克兰和俄罗斯周边，演练对俄军阵地进行大规模导弹和炸弹袭击。
而在8月，北约又搞了一次类似的演习，而且美国在这个地区经营太久了。早在冷战时期，美国就将地中海东部地区视为舰载机和巡航导弹打击苏俄南部与中部地区的最好地点。其实，在这2艘护卫舰前往地中海之前，俄罗斯就已经在这个地区集结了大批军舰，包括导弹护卫舰、巡洋舰、核潜艇、常规潜艇以及反潜舰等多种类的军舰和保障船只。俄罗斯这么大的动作也引起了外界与北约的猜测。事实上，在俄乌战争初期，俄罗斯曾向地中海派出了不少军舰。根据欧洲卫星显示，俄海军出动了包括巡洋舰、导弹驱逐舰、护卫舰等在内的16艘舰艇，其目的很可能是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港。外界将俄罗斯这一动作理解为防御目的，以阻止北约航母群在地中海实际介入俄乌冲突。因为当时地中海地区有美国、法国的航母战斗群，对俄罗斯的威胁还是很大的。而如今俄罗斯再次派出军舰，可能还是为了防御北约舰队，毕竟俄乌战争一直没有结束的迹象，双方也在为赫尔松决战做准备。如果在决战的时候北约下场了，那么对俄罗斯来说将是致命打击。如果冲突继续升级的话，北约与美国最有可能选择地中海作为打击基地，其弹道导弹和舰载机可以在东地中海打击俄罗斯南部和中部地区。但俄罗斯由于地理位置原因，海军舰队想要前往地中海就得绕路，期间军舰还可能被美国和北约国家拦截，肯定会延误战机。就算距离比较近的黑海舰队想要前往地中海，也需要通过土耳其与希腊掌管的海峡，会不会放行还说不定呢。所以说，俄罗斯已经意识到地中海的真正威胁，所以才会抽调主力前往，以加强对北约军舰的威慑。选择这时候便将军舰部署好，一来能为可能发生的大冲突做准备，二来也能起到一点威慑作用。不过俄罗斯海军水面舰艇真的可以吗？另外，瓦良格号与卡萨托诺夫上将号计划于12月离开地中海，这2艘军舰在海上的部署时间已经快1年了，舰上人员需要换岗。俄海军从波罗的海舰队抽调2艘护卫舰前往叙利亚，是要补充地中海的战力。俄海军撤离地中海还有其他的原因，那就是缺乏补给和维护能力。相比之下，北约舰队可就好很多了。像美国的杜鲁门号航母可以在地中海停留的时间更长，因为北约在这儿拥有完备的后勤补给能力。当然，杜鲁门航母打击群也不是铁打的，它本应该部署到中东的美军第5舰队，但在去年12月份，美国下令杜鲁门号留在地中海，以在俄罗斯向乌克兰边境进行军事集结的情况下，展示美国与北约的实力。至今，这艘航母已经停留了8个月以上。在俄乌战争爆发以后，杜鲁门号就一直在支持北约海空军在东欧方向的巡逻与训练飞行，并在亚得里亚海、爱奥尼亚海和爱琴海附近航行。如今，无论人员还是设备同样严重损耗，但美国家底儿殷实呀，航母还可以换着用。8月份的时候，美海军的布什号航母就开始横跨大西洋了，目前已经按照计划部署到美军第6舰队的行动，并穿越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接替杜鲁门号航母在这里的任务。俄海军瓦良格号与乌斯季诺夫号却要在不久后离开地中海。届时，仅靠驻塔尔图斯的俄地中海分舰队少数小型舰艇，俄罗斯将彻底失去在地中海牵制北约海上力量的能力。事实上，近些年俄罗斯与北约选择在地中海进行巡航，并且俄海军还与美军在地中海有过几次危险接触，都是在矛盾一触即发的大背景下。甚至在俄乌战争爆发前，美俄2国战机还在地中海上空近距离对峙，双方距离甚至只有数米。俄罗斯更在不久后将所有能跑的巡洋舰全部都开到了美国家门口，与美国航母战斗群、法国航母以及意大利航母进行对峙，甚至将海军力量延伸到了地中海。在俄乌战争爆发前，俄罗斯还做好了理论上的充分准备，将3艘号称航母杀手的光荣级巡洋舰部署在地中海与黑海。乌斯季诺夫号通过直布罗陀海峡离开地中海进入大西洋，美军杜鲁门号航母打击群的2艘驱逐舰沿途一路跟踪监视。当初俄罗斯分别抽调北方舰队的乌斯季诺夫号与太平洋舰队的瓦良格号巡洋舰前往地中海，
与黑海舰队的莫斯科号遥相呼应。甚至当时的北约都认为，这3艘光荣级巡洋舰是俄海军现役舰艇的绝对主力，完全可以对北约部署在地中海的航母打击群造成威胁。但让俄罗斯没想到，莫斯科号的意外沉没打乱了俄罗斯的所有安排，更是让俄海军失去了黑海的控制权。更让普京没想到的是，这场战争居然能打这么久，已经持续了8个月，以至于隶属于北方舰队的乌斯季诺夫号巡洋舰也撑不下去了，连同瓦良格号被迫退出地中海，让俄海军在乌克兰附近的可用兵力再度缩水。对于现在的俄罗斯来说，更艰难的时候已经到了。美国数千士兵已经抵达波兰和罗马尼亚，煞有随时打响第一枪的架势。美国已经向德国、乌克兰、波兰、罗马尼亚分别派遣了精锐力量，并在德国还新成立了第56炮兵部队，可以直接部署战术核弹。最近还将12架 F-22 战机再次部署在波兰空军基地。这12架 F-22 的到来，可是在相当程度上对俄罗斯空天军造成巨大压力。F-22 可以执行多种灰色任务，可以飞到乌克兰领空或者飞到俄乌交战区空域，凭借自身的隐身能力和先进的态势感知能力，对战场上空的俄军目标进行搜索，然后将所获得的情报传递给乌克兰防空部队，甚至可以根据战场需要出动 F-22， 随时向俄罗斯空天军发动攻击。地面局势的不稳定已经让俄罗斯非常难受了，现在就连海上也不平静了。黑海是俄罗斯家门口的海域，一旦北约舰队进入黑海，就意味着俄军将要被堵在家里出不来。而且美国早就将地中海定义为自己的战略前沿，现在看似没有大量派出军舰，但美国早就在地中海附近的国家加强了军事部署，从地面到空中的装备非常完全，只要五角大楼一声令下，这些军队就可以直接发动攻击，东可攻击俄罗斯，南可控制地中海，更别说北约舰队一直都在附近活跃。火力军可以预测到的是，如果俄乌战争发生转变，例如乌军出现了溃败迹象，那么北约部署在地中海附近的军事理论将会倾巢而出，帮助乌克兰挽回败局。如果俄军出现溃败迹象，北约已经会趁机打击俄罗斯，所以俄乌战争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段非常有可能转变成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战争。而现在俄罗斯选择的策略就是先守住海口，不然一定会被瓮中捉鳖。而对于北约3艘航母与俄海军在地中海的军事行动，俄罗斯媒体也宣称，俄海军力量完全有能力封锁达达尼尔海峡的入口，让北约舰队无法转移到黑海。俄罗斯也可以在光荣级巡洋舰的加持下，携带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也能固守加里宁格勒地区。不得不说，由乌克兰危机引起的火星是越来越旺了，可能巅峰对决或将不远了。你们觉得呢？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